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继续的聚焦现在全球最重大的一个课题，就是中国经济。中国经济不断下行，它的困难越来越突出，然后全世界也都在关注中国经济的崩溃或者是溃败，那会导致全球供应链的紧张。就在前几天，最新的一条消息是中国的恒大集团在美国宣布申请破产。那么他现在正在要求美国的法院批准重组这家公司超过190亿美元的境外债务。从这可以看出，恒大集团中国最庞大的一个地产集团宣布破产保护，说明他真的是扛不住了。谁都不想宣布破产保护，因为这可以被看作是这家企业已经走投无路了。特别是像恒大集团，它代表的是中国房地产行业，而房地产行业又是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所以说可见，如果恒大集团都申请破产了，那么其他的这些房地产公司，他们恐怕也会步恒大的后尘。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如果如此的低迷，甚至是全面崩溃的话，那么对中国经济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我相信这一定是一个定时炸弹。而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香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香港的恒生指数已经从最近的高点暴跌了1/5，可以说已经正式的进入熊市。香港进入熊市，那简直就是毫无悬念的事儿。我在前2年做节目就跟大家讲过，当时我做了一系列的财经节目，我说香港的经济是一定完蛋的，所以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做空香港股市。很多人也听我的话，也去做空香港的股市，我只是没有坚持而已，把它作为一个游戏来玩。如果大家坚持到今天，我想应该赚不少了。当国安法在香港落实之后，就意味着香港曾经享受的那种自由法治的这个普通法系的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了，也就是香港的黄金时代过去了。香港没有自由，没有法治，将不再是香港。香港过去的优势也不在，那么它的经济一定是越来越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香港人他们可以用脚投票。据彭博社最新的报道，香港居民离开香港的比例已经达到疫情后的最高点。在疫情之后，2020年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29万1千人离开香港了。这种离开不是来来往往，而是彻底的离开，移民到海外去。对于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2-3年的时间就走了几十万人。这个趋势如果继续下去的话，香港一定变成死港。而死港之后，当中共的统治对香港的这种高压统治被削弱因为经费不足，因为经济困难因为维稳力度不够，而会导致这个死港继续的变为乱港。春江水暖鸭先知，做生意的香港人、中产阶级、有条件的人都已经看清了这个趋势，他们都已经纷纷的离开香港了。有些人看得更早，可能8-9年就走了，或者97年就走了。那么最近李嘉诚也开始变卖在香港的地产，他之前是变卖了在中国大陆的所有地产，现在开始变卖在香港的地产，可见他对香港也不看好。知道中共通过所谓国安法彻底破坏了一国两制之后，香港的优势不在，香港变为死港只不过是让他们的生意更难做了。但是如果变为乱港，那就真的会导致整个秩序的崩塌，也就是在香港的这些既得利益，他们一定是首当其冲的，因为香港底层民众一定会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暴力手段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香港既没有英国当年留下的那套秩序，又没有共产党这套高压秩序，两套秩序都崩溃之后，再加上它的贫富差距和底层积累了几十年的怨气，那么结果可想而知。当然了，你也可以说在中国大陆的情况只会比香港更差。虽然中国经济越来越差，包括香港在内，可是中国政府在做什么？就在本周四，中国跟俄罗斯的联合舰队接近了日本的岛屿，中国为此派出了6艘军舰和俄罗斯海军一起巡航。日本表示严重关切，巡航的钱从哪儿来？这笔开支有多么庞大？最终导致结果是挑衅日本，破坏整个国际秩序，甚至是向全世界宣示
中国坚定地站在侵略者的这一边，就是支持俄罗斯。这只会造成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被孤立、被谴责、被制裁，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吗？导致中国的经济进一步的跟西方脱钩，同时他还要花大量的经费在军队上边，相对来说那会减少在民生上边对普通人的政府福利上面的开支。中国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但实际上如果看过我的节目，大家就明白，从政治逻辑出发，中国政府它的目的是维持这个政权的稳定，所以维持政权稳定的行为其中就包括要跟俄罗斯联合对抗欧美世界，因为他们认为欧美是最终可能会颠覆中国政府的敌对势力。那么如果因此导致了中国经济越来越差，人们的生计越来越困难的话，这只不过是一些成本和代价，他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一定是不惜一切代价的，而这个代价就是中国人，就是中国普通人。习近平是从小在文革时期长大的，对吧？他太了解曾经1944年之后中共建政之后的历史，他知道中国人再苦再累，只要你洗脑做到位了，只要你有强制力，军队把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中国人就是韭菜，就是炮灰，他们无能为力。当年就算发生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请问有人造反吗？就算是搞文革进行批斗，对吧？然后各地有屠杀，甚至出现武斗，请问有人推翻共产党了吗？对于习近平来讲，他看到了过去的历史，太了解中国人的习性，知道大家是逆来顺受的，只要有一口饭吃，大家就已经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了。所以说经济差点就差点没关系，维稳是第一位的，在公检法和军队上边的开支不能减少，只会增多，实在不行就把居民的福利减少一点。反正我们通过大外宣，通过给人们洗脑，甚至是抓捕所有的意见人士，还是能够维持稳定的，这是出自于当权者的考量。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明白现在发生的这一切背后的逻辑了。而就在昨天，路透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到的这个观点跟我讲到的很相似。他说习近平更重维稳，不急于救经济。他说中国经济现在面临长期停滞的风险，不断升级的房地产危机危及到金融稳定，这也是之前我们做节目一直在讲的。他说外界对于中国领导人不急于采取措施挽救经济感到越来越不安。路透社的分析说，北京目前反应不温不火的原因在于，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这其实也是可以解释为什么习近平限制民营经济、限制民营资本、打击外资，即使跟经济发展背离，他也要这么做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现在是算政治账，而不是算经济账。最终导致的结果，不仅是这些商家、做生意的人、民营企业家，甚至有些人把矛头直指习近平，结果导致自己有牢狱之灾。不光是他们，连普通的年轻人，甚至不光是我们80后，连90后现在都开始越来越不满了。经济学人最新一期的封面文章讲的就是中国的年轻人已经成为幻灭的一代，像是我们80后属于改革开放的一代，是在改革开放的时期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接触了大量的西方的文化，不断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而且我们感受到的是中国不断的融入世界，一点一点的变好，一点一点的改革，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信。但是90后，特别是00后，实际上他们没有感受过。这个我之前接受台湾的节目采访的时候，我其实提到过，就是他们跟我们的区别之一，就是他们的成长经历，当他们懂事的时候，中国已经崛起了，中国已经开始这个办什么奥运会了，对吧？已经是站在世界之巅了，感觉马上就要超英赶美了。所以说当他们现在进入社会，开始找工作，开始养孩子的时候，身边的环境并没有越来越好，反而是越来越差，失业率越来越高，生活的成本越来越大，他们感觉自己越来越没有希望，所以说他们开始质疑。经济学人还特别找到了百度贴吧上边一些留言，分析了80后、90后跟00后在上面发表言论所表达的心情跟态度。我们看这个表格，1是正面的，0是负面的。这其中90后跟00后非常明显的，他们留言所表露出的情绪是越来越负面的。即使在中国今天言论管制这么严，然后有这么多的水军，这么多的五毛不断在跟贴带风向，
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现实肯定比这个图表所展示的更严重。这个表格的标题叫做 Tweet Bitterness 特别有意思，我觉得用一个词来翻译特别合适，就叫做苦楚。那么对于民间越来越不满，中国政府的做法当然就是刚才我说的删帖、封号、宣传、带风向。但是全球的知识分子、智库、政府、媒体，他们不会被这些带风向，他们知道谁是五毛。那怎么办呢？要把一些真实的数据给隐藏起来。英国的《金融时报》在去年的时候就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有一个图表特别有意思，它分析了过去改革开放时代和现在改革倒退时代的不同之处，专门提到的是中国政府对外发表经济数据。从1980年代到200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开放，中国政府所发表的经济数据越来越庞大。到2009年、2010年，也就是刚办完奥运会那个时候，中国的开放程度是最大的。可以从这个图表中看出来，中国发布了超过8万条经济数据，但是从2010年开始就逐渐的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到2020年，这个数据已经跌到了过去的不到一半。我觉得从这个图表当中也可以侧面反映出中国过去的逐渐开放、逐渐改革的这个趋势和现在的改革开放倒退期已经开始闭关锁国了。很多人不同意我讲闭关锁国，可是我们过去做这么多节目，有大量的信息、大量的数据，包括这个图表所展示的中国政府发布经济数据的次数和数量，都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已经开始把大门关上了。当然，中国毕竟经过了改革开放40年，跟西方的脱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闭关锁国也不是突然的，一定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都知道蝴蝶效应，中国经济越来越差，而依靠中国抚育的、输血的另外一个国家，它就倒霉了，那就是朝鲜。据来自韩国的消息，现在朝鲜面临大规模的饥荒，已经有大量的民众被活活饿死。就在8月18号，昨天，金正恩还视察了农场，监督军机喷洒农药来挽救农作物。韩国的国会议员引述情报机构说，今年1月到7月份，朝鲜已经有大概240多人饿死，说这是最近平均每年110多人饿死的2倍之多。而且最近的热带风暴也让朝鲜雪上加霜。朝鲜可以说是一个小号的中国，既是中国的过去，也是中国的未来。说朝鲜是中国的过去，大家都理解；说朝鲜是中国的未来，很多人不服。可是朝鲜也是把大量的资源都用在军事上边，用在维稳上边，而忽略了民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他的先军思想或者先军政策，顾名思义就是优先发展军队。为了什么？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为了维持金家王朝。本来你的经济很差，你把赚到的那点外汇都用在军事发展上面，甚至发展核武器上面，然后另外一边人民挨饿。中国现在不就是正在走这条路吗？过去改革开放所积累的财富，以及现在正在创造的越来越少的财富，都优先政治稳定，优先公检法和军队，甚至在经济遇到巨大困境的时候，还在跟俄罗斯展开联合巡航，甚至不惜血本的在台海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出动一次军机或者出动一次航母，这花费多少民脂民膏？很多人看到了现在的大趋势，所以说纷纷的要润学成为了现在的一个显学，很多人都开始润起来了。除了中国有钱人润，香港中产阶级润以外，还有就是一些中国底层的人民也在润。怎么润呢？那就是走线。我看到美国的一家媒体，他提到说，根据美国的官方数据，通过美国南部边境偷渡到美国的中国移民比过去增长了将近8倍。具体的数字是在去年的10月到今年的7月份这不到1年的时间，已经有17678名中国的偷渡者被美国发现。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2022年全年的1970人，也就是800%的增长。走线是非常艰难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过去我专门做个节目来讲怎么走线，这些走线的方式方法和他们所遇到的困难。这些人之所以走线，大多数是为了生计。那生活在北上广深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市民，当然不会觉得说有这么困难，在中国就活不下去吗？可是这些人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们，确实如此。
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北上广深，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有钱的爹，或者是家里有房子，在大城市卖一套房就能有几百万。很多人回趟国，觉得在中国生活真的是非常舒服，灯红酒绿，各种吃吃喝喝。没错，确实如此。那是因为中国人多，那是因为过去有改革开放的40年。你到北京到上海肯定还可以有很多的地方可去可玩，也有很多的消费者，但是你在陆家嘴或者是三里屯看不到中国真实的状况，以及中国底层人民的挣扎。香港人会润出去，中国人也会润出去，资金会润出去，人才也会润出去。而所有的这些数据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的都是空前的，都是打破历史记录的。我觉得用不了几年，我们可能就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一个充满戾气和怨气的破败中的中国。而这个中国在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之下，还要与世界为敌，为此不惜一切代价。留在中国的所有人都可能会变成这个代价。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节目。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来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